大家好，我是月一，欢迎来到扯淡吧月一之一谈日剧，一个不定期看心情更新的日剧杂谈节目。本次带来的是这部2002年的日剧《漂流教室》。听到这个名字，可能有人会想到梅图一雄老师的漫画《漂流教室》。这部剧也的确是漫改，但对于很多的漫画粉丝来说，没有做到所谓的高度还原而遭受冷遇。而在将漫画与剧集进行对比之后，我个人倾向于把它当做一部独立的作品。卡斯方面呢，有当时的怪才蛙种洋介和日剧女王长盘贵子、山 P 山下智久和熊猫山田孝之。声乐配角是十分出彩的小七崎福木松和水川麻美姐姐，以及现在的名模香里奈。这么一看，这部14年前的剧云集了现在的众多大腕。当然，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人称本剧为披着帅哥美女麦皮的烂剧。诚然，因为原著的主角是小学生，而且加入了很多荒诞黑暗的成分去强调人性，直接改编为电视剧操作性低，又会带来许多的伦理问题。所以剧集的主角变为了高中生，800人缩减为了30人。站在此基础上，两作的基本框架就不同了。本剧的主题与核心也与漫画不同，是男主浅海小生的一句话：今を生きる，活在当下。蛙种洋介所饰演的浅海小生是一名高中教师，以活在当下为名言的他，在大学时代曾邂逅过一名女子，相谈甚欢，但因为手机被偷、意外丢失而失去了联系。对于失去这段恋情的事情，一直后悔不已。一日，他在校园里重新与长盘贵子所饰演的三崎协花邂逅，惊喜不已。但是，正当浅海准备告白，弥补多年的遗憾时，突然的地震把他们带入了意外的境地之中。全校参加补习的数十名师生都被传送到了一个异世界，同时在日本学校原本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漂流的学校断绝了所有的对外联系与信号，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学生们试图走出去，但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是一片荒芜。慌乱之中，他们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个奇怪的机器，竟发现那个模样就是他们在教室里曾经讨论过的许多年之后才会出现的新型干线，代表着他们到达了遥远的未来。没有足够的水与食物，求生欲驱使着绝望中的师生努力寻找生存的方法。这个过程中有黑暗，有真实的人性斗争，也有友情与爱情的萌发，有残酷的失去，也有幸福的拥有。生存成了一种考验，但坚信活在当下的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但现实之中，在事件尘埃落定之后，大家认定学校里的人不会回来了，并立了死亡纪念碑。企划的父亲因能听到女儿的呼救，不相信女儿的死，和想要寻找失踪友人的香织等人一起以声音为线索开始行动。这份坚持终于把未来与过去连接在了一起。有人说本剧是一部浅薄的纯爱剧，但就我个人而言呢，看见的是一个个角色的成长，他们的烦恼，他们的真心，在极端的环境下被激发了出来，也在成长中被慢慢的解决，也让他们或者说是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时间与活着的意义。为了制作本节目呢，我特意看完了当年不敢看的漫画，剧集抛去了许多极端的黑色手法和超现实的部分，基本保留了漫画的关键设定以及一些核心画面。设定与剧情的改动让故事更为合理与易被接受，可以看出制作者们是站在大环境的限制上，努力对原作做出了有诚意的改编。本片的副标题 Long Love Letter 表明创作者们更想着重于爱这个永恒的话题，在各类情感的刻画上，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但因为采用了大量的年轻演员，演技有限，所以一些镜头的表现力自然受损。受限于电视剧的题材，对人性的挖掘只能适可而止。天才学生的设置所带来的金手指外挂让人啧舌，而对于未来被坏的原因，因为原作者的用意，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部环保宣传片，让后期的剧情受到了一些削弱。但是结花老师的死亡，小生面对未来人类绝望的嘶喊，又会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本剧不至于完全沦为俗套。这集最后和漫画一样，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但在身处现代的男主小生抓住情书的那一刻，我们禁不住跟着希望未来会因此被改变。而现在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也可能是改变未来的一把小小的钥匙。今を生きる，活在当下，抓住现在的每一个瞬间，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屏幕前的你。我是月一，感谢大家收看一谈日剧，让我们下期再见。